陆哥，北京出色伙伴的召集人，媒体从业者，曾经因为对同性爱情的失望而选择过异性婚姻。在2013年做过一篇同志新闻报道以后，找到了面对真我的勇气，于是30多岁离婚出柜，开始拥抱新的人生和真正的自己。其后就一直在做 LGBT 公益事业，但这条路并非很顺利。在我们本来策划好的活动被叫停，又过了大半年以后，我们重新又发起了一次飞盘活动。不知道这次的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呢？陆哥一直在做 LGBT 活动，是否又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来看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教练。这个是美丽的欣荣，那个是霍建华的替身老师。这个可以过去啊。霍建华老师怎么叫称呼？ Andy， 叫 Andy。那么下面来的话，我就会先从如何去扔反手盘先开始啊。一般大部分人觉得扔反手会容易一点。好，那我们可以分组，我们来去练习一下，然后我再会给大家纠正。那个不是你们没有盘的那个，就是那个和这个有盘的组合一下，然后没有的话就3个人一组。那这个活动你大概花了多久去组织呢？大概2周多吧。更大型或更复杂的活动的话，我就会再多找一下志愿者。这次的话，因为我觉得比较简单，然后也就是随手的话就做了一下，还挺好的，没有什么意外。主要是陆哥真的很努力哦，他有先去花自己的时间来踩点。他昨天来踩点的时候还下雨了。对，下雨，然后我还走了18000步，然后在这边，因为那个时候刚下了一点雨，我看明天到底能不能这个湿了之后的话，草坪能不能走，我还在上面彩坪走了一下，然后全走湿了。其实我因为有在你们那些群里面啊，其实我觉得当这种召集人之类的这种，其实还蛮需要花心思。就像比如说在那个群聊里面，有人会发表一些奇怪的观点，好，这种奇怪的观点发出来之后，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一些不适，以及或者说他和他又在群里面吵起来了，这种东西感觉好像你都需要去制止或什么之类的。但我其实反倒这些方面其实我是比较少制止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实际上不需要监管。如果就是他没有那种的，比如说危害到，比如说在某些言论或者是某些行为的话，比如说什么违法行为的话，一下导致一个群封了，或者导致这个组织有什么样的一个受牵连之外，我觉得我就秉持这种的多元包容的观点的话，就是你发言就好了。一般你还是不会去说，这个你别说了什么。对，实在是比如说有人说都是好几个人说这个要踢了，他犯众怒了，那可能就是得要踢掉了。都是有家长的群，一般的话，这小伙伴都是会比较注重尺度，有那些都不了解什么状况的，就发一些尺度很大的照片，那就直接送姥姥家去。在你做这几年的这个召集人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吗？如果印象最深的话，其实是去年的5周年的年会的，就是因为原来是12月办，就是年底办，后来就是延期到年中办，然后因为年终的话，我也邀请了我妈过来，从天津过来，然后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活动，然后包括也带了我那个我外甥女儿，还跟很多这个妈妈互动，然后聊天什么的，然后其实我都没跟她聊她最后的有什么样的触动啊，但是其实肯定是对她肯定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影响。就她之前虽然对我接受的很好，对我和小文的感情接受的很好，整天问小文啊，愿意跟小文聊天，但是他其实没有就是这种的亲眼见到这些大型会场的那种气场给他的力量，所以到那次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你既然在自己工作之余来做这个事情，毕竟就是年纪也到这儿了，那我觉得应该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才会去做。就是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把它当做你的某种事业来做，或者说是某种事业或者是支点吧，我觉得是一个生活支点。确实都这么大岁数了之后的话，你可能是那个闲扯淡的事情就尽量的能免则免，能不做就不做，对，就跟我没什么意义的就不做了。你看，比如说做这个活动的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然后陪大家玩一玩什么的，但这是一个浅表层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很多时候的话，其实是就是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人来。就是他有出过压力或者被逼婚逼得不行了，这个时候的话特别苦恼。他有的时候经常那种还有深夜来求助的，还有那种自杀的一些这种紧急救助的，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他会约志愿者来跟他的父母谈一谈，这些的话其实都是这个工作的最有意义的部分。这真是就是直接对症下药，治病救人这种。然后的话都是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想要来争取同性婚姻，追求平等，追求一个正确的对待，就是
从这2015年开始做这个志愿者，就一直是怀有这样的目标。这个目标和情怀是一直在的，或者很大的，但是能力可能是有限的，或者说你所做的工作是很渺小的，但是就是你会尽力去更多做一点吧。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想法，只是说可能暂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或者对，就是尽量的推动吧。其实像比如说有什么做什么，对，有走一步看一步嘛。对，像之前可能做大活动的话，那就会好一点。因为大活动的话，这种的，比如说200-300人在这个会场里面的话，那其实对这些年轻人，特别对那些家长的话，他其实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是现在的话，你也知道，就会有一些规模要小一些，所以的话，我们就开始化整为零，就是还一个就是方式变了，就是运动即生活，就是生活禅。我们就是说是也不做倡导，也不做这些比较危险的什么，就是让它自然发生。对，就是喊出来什么之类的话，而是一个就是你就更多的做社群连接，把这些人聚起来，然后之后的话就彼此感应到彼此的力量、彼此能量。就是看到那些积极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就会有很大的推动力量。尤其是看到那些比如活动上，今天活动没有家长来，然后的话就是讲这个怎么接受自己儿子的，然后很多人他是没有设想到有一个同龄家长还来跟我们一起玩，然后这个的活动这个场景，这种温暖动人的场景，其实会触动很多人。就是其实也不知道这种方式是不是最短的路径，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推动力最大的，但是只能就你所眼前看到的，然后的话尽量的来做，然后这个方式也是在调整，因为更年轻的这些年轻一代的话，其实是不贴标签的，就是他们就是做就好了。举例来说的话，就是广州的小伙伴反映，就是现在的同性恋不去同性恋酒吧，而是把一个普通的一些的，比如说什么电音酒吧或者是什么，把它作为慢慢的做一个据点，然后之后把这个攻占，让这个一个什么直人酒吧沦陷，成为一个 gay 吧据点，然后之后的话也不再贴这个标签，这个根本不是个 gay 吧。比如说抖音上很多人打擦边是吗？对，打擦边是一句不提，但很多马上这个网友就留言：你是直男吗？你是电话本子吗？因为现在时代变化的很快，所以你们也想要就可能跟住这个时代，对一些潮流和一些做法，才能更好的去推广。因为这个东西什么都是要创新，所以工艺是需要创新，特别需要创新。所以你也在感觉是努力尝试年轻人的项目来玩。对，这个飞盘就是一个努力来跟年轻人做链接和做一个创新吧，这个工艺创新。我觉得其实还是你20多岁、30多岁的这些人才是出力。对，我们的活动其实是门槛很高的，就是比如说要合影。对，比如说有这个，对于没有那种出柜的或很多就不愿来了，都怕。对，然后之后的话，他们就觉得你是在倡导出柜。我们其实不是说是就是让大家出柜，而是一个就是鼓励你做自己，就是不去骗婚啊这样的话，我们肯定倡导这些。就特别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中年的一个同志的话，他是这个飞团活动的一个提议者，但是他最后他也没有来参加，因为今天要拍摄吗？对，他就是因为这个被吓退了。就很多人他是会被这个吓退了。就普通人其实也可以有这种的，就是爱情这个事情吧，你说很难，他说简单，它特别简单。最开始其实都是一团火嘛，你就是很多，就即使你火再大的话，你不往里面加柴，你这个时不时让对方做一些不舒服的事儿，你泼一点小冷水，慢慢这火就灭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彼此正反馈的话，时不时扔点柴，它就始终在燃烧。然后的话，这个是一个就特别恒久的那种。生活是一个试金石，我觉得还是那种泡沫阶段的爱情的话，可能得是需要一些生活的磨砺，你才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真正的应该在一起的人。小文今天累吗？我不累，他没领跑。我也跑了，我还那个助攻了一次，扔出去得分了。本场助攻王，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小文，是陆哥的
partner 伴侣男友男朋友。每次他来，他都会带个头衔叫家属，这是很不好的，我应该要告诫自己的，对，就是显得好像他好像就没有主体性是那种的，他实际上他也是我们的核心志愿者，然后之后的话也是做了很多那个这个活动啊。因为我知道你们俩就是通过出色伙伴的活动然后认识的是吗？对，2016年那个8月7号的第一次北京，那时候叫同性恋亲友会的那个北京小组的第一次小组活动，我是稍微迟到一点，他们5个已经到了，然后那个就是3个人坐的凳子，然后3个人坐的沙发，那个沙发还有个空，哎，我一看他旁边有个空，我就一屁股坐那儿了，然后就是还是有点小心机的那种的，觉得好像还挺顺眼的，就一屁股坐旁边了，但是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太多的想法，后来就是这么样的认识了，然后就慢慢开始的，然后那小文有一下看上他吗？应该有吧，要不然也我觉得是只有好感。然后他还那阵儿就是因为他们去吃饭了嘛，我没去。然后他那个时候还说什么，哎，他可能是一看我这个年纪嘛，可能都是说是有伴侣的，然后之后的话这个回家要做饭那种。是怎么的？后来就是那个就是我捕捉到了信号了，因为他们一起去中学去玩，捕捉到了信号，我没去。然后之后的话，那个他无意中提到了一句，就是电光石火的说了一句什么那群那个人里面那个陆哥最帅，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他自己可能不记到了，不记得了，就是因为我年龄比大7岁嘛，我不太可能说主动去聊嘛，怎么样的。但是他这种无心之言，你看他实际上都自己不记得了，但是给了我信号，所以但是你就记了这么多年，主动聊了一下。你们在一起多少年？快6年多点。哦，这是很关键的一句台词，所以的话，这个你肯定要记得住这个，但是这个发言这个说话的人已经不记得了，我还以为他也会记得这句话，就是。那小文没有记得什么很早期的这种古早的让你觉得哦被击中的那种点吗？具体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比如说是那个弄完办完事儿赶紧回家吧，然后回家吃饭之类的这种话，就是一般人来说听到这句话可能。就是很正常，好像是家里妈妈跟你说快回家吃饭吧，可能也不只是对我来说，对很多同性恋或者性少数群体来说，这是一个很就是很难得，就是从很久以来一种奢望而很难得到的一种事，对，家是奢望。你从小你会周围的人，你的家长。会跟你说，哎呀，开玩笑说，哎，你长大了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呀，什么生几个孩子呀，这种话题。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完全不知道，无法想象，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看，比如一些电影呀什么的，看别人就是，那种。比如家和万事兴这一类题材的，你就觉得特别羡慕人家好像大家都会有一个家。我觉得我可能很难，可能不会有一个家。所以第一次听到就是别人喊你回家，就除了父母的那个家那个层面，就说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家的话，还是触动很大的。就是感觉找到了一份归属嘛，理想中的那种家的感觉。对，你看我之前反正是那种工作，就是经常特别忙，或者说是愿意更多的时间来投入工作的，就是我经常是愿意在办公室待着，比如周末的时候去办公室这样的。就是从来没觉得说是回家是多么是一件幸福惬意的事儿什么之类的。但是跟他交往之后，特别是住在一起的时候的话，那下班回家那是必须的，然后特别强烈的要回家，然后尤其是。我走到那个电梯的那个拐角，然后闻到那个香味儿，然后他有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厨房噼啪啪在那忙活，就是那种感觉是那个香味儿，那种心灵慰藉，那种归属感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感觉就是弹幕就发好甜。没有，不是在撒狗粮。就是性少数人群来说的话，这个家其实是一个奢望吧，就是。我们算是就是有幸有的话，所以也都比较珍惜吧。因为其实我们那个粉丝经常会提说，做选题的时候会说啊，有没有那种中年人之间的美好爱情的故事呢？我们已经是老年人了。那天不是说是35岁以上都是老年人了？35岁不至于中年人那种要求太苛刻了。对。哎，你别了，你没有摆开吗？没有下手可打。
主要是这个魏老师太能干了，我都插不上手。这没地方站，你站在这干什么呀？我想是去年还是，是什么哪年的疫情？去年还前年疫情？那时候因为老在家嘛，然后经常换着花样的做饭，然后烙韭菜盒子什么之类的。现在已经那个什么了，就我俩都属于体重现在已经下来了，就曾经是那种就是刚开始住那年之后就开始体重都开始往上走了。我好像很多的那些同志情侣一起住一起生活之后，都有那种就是合肥的趋势。不是那个同志圈有的流行熊族嘛，就有的不是熊族的，但是两个人也是慢慢就感觉气儿吹起来似的。我们俩那个最开始都有点那个趋势。他原来16年我认的时候他特别瘦，那时候可能那时候多少100点是吧？后来就增加了将近36斤。你想那个白花脂肪那种一大澡盆，满满的。就是脂肪呢。但是他主要是肌肉，他那个锻炼那个健身那个练得特别好，健身达人。这个食物变成了我们其实一个沟通的一个媒介，他每做的我全部拍下来。就虽然很简单的，你是比如就是青菜豆腐保平安这种吧，但是他也是会花点心思来，就是都是注意营养搭配什么之类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啊，一个人就是在很用心的来对为我为他自己，然后的话这种日积月累的。小感动嘛，反正是感情中特别加分的，就是这算是就是非单身人士的一个福利吧。就是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会做饭，但是可能不天天做，而且就是有时候就稍微凑合一下，自己做可能做一个菜一个饭也就够了。因为他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我可能就是闲一点。也不是很闲吧，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后来的一个人，他原来其实原来最开始在山西国重工啊，其实工作很好，收入也都不错。就是后来其实我感觉他其实有一点牺牲，就是他为了就是找个稍微的不那么忙的工作，然后的话能够就多顾家里的。其实我觉得这是其实一种比较大的牺牲。他你看也是这个法国留学的，其实他也很聪明，然后的话其实工作上的话也是就是能做得很好的，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因为他们好多工作，这个高薪的工作都是去非洲当翻译。他说，那我觉得那时候咱们走吧。留在北京，可能在去非洲当翻译，你应该会选留在北京吧？感觉听起来。那你两个人想在一起的话，那肯定是互相去挪对这件事情，可能不只是这一件事情，事情会比较多。你每一件事情只要牵涉到双方的话，你都得想办法去怎么能够就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尽量减小你的不利的这些东西。从他们这个描述，感觉听起来就跟那个真的是两个人结了婚，然后成家，然后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哎，对，需要就是彼此的迁就和彼此成全吧。反正没那么轻松吧，这件事情，你一个人跟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3个你最受不了陆哥的点，3个。那可以说吗？可以说，可以，当然可以说。你可以听吗？算了，还是不说了。你就说吧，你反击吧。你说3个他的点。我觉得没什么。开始了。从刚才陆哥的语气，我听出了真诚，他是真的觉得没什么。很多时候迁就我的比较多，我已经很有亏欠感了，所以我没有什么不满的。哦天，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伴侣，他身上优点很多。对，我记得你说过一个形容词，形容小文，说小文是内秀。就是他是特别内秀，就是你一圈人什么之类的话，他可能他不说话，他可能从始至终他可能就是不说话，但是我们俩我会经常发现他的一些很多优点，比如说我的植物学知识和地理的知识，很多都是动物的知识，都来自他，他是地图达人，尤其植物方面的。我都是特别鲁钝，就很多花什么的花花草草都不认识，感觉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很大的优点，我会很欣赏。因为陆哥就是对知识有向往的人，你感觉到？这个算我们俩的一个共同点吧，都会好奇心比较强，对这些科学知识融带症知识什么的会比较感兴趣，会
多看一下。有点自信恋，听起来啊。对。小绿听到过一些传闻，就拿着刀追过小文是吗？你爸？啊，对，有过，那是刚开始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跟这个人就直接分了，放弃了，对，这好吓人啊这个。确实，肯定我也就是从小也没怎么跟人打过架，好像对这种没太见过世面吧。一个父辈年，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还在跟他讲这个普及知识呢。他跟他爸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然后让我先走。那好吧。我就先走吧，省得是你直接把他带回家了吗？当时对，就是因为那是我们刚交往，可能时间不太长，就其实我爸那个人吧，其实他还是挺善良的，而且就是我有点那种，为什么我去敢跟他夺刀，然后之后的话，我当时呵斥他，夺刀就是我是有点这个就是恃宠而骄的那种的，就是。因为从小我父母其实挺溺爱我的，用我二姐的话就说是特别溺爱，真是溺爱的不行这种，所以就是他在做事那些什么的，我根本一点都不怕，我立马把他刀夺着，我跟他一顿吼，然后之后的话他就蔫了。他当时他就说我印象很深，他就说叔叔你别这样，他就说了几句叔叔你别这样。对，而且就是他是那种特别乖、特别老实的人，然后之后的话又胆子比较小，我说这样的呢被这样的一个。老头这么下一次，天哪，完了再不来了。他说还好，就是慢慢的这也是个考验。我能想象当时如果我在那，然后就跑出去了。做完饭基本上都是拍照吗？对，基本上是。给这个魏老师的作品记录一下，来，快先吃吧。你让我坐这儿，还得那个什么呢？得赶快吃，要不然小仙女我看什么小仙女和莫文蔚什么都已经出发了。就一般平时周末的话要么加班，要么有那个。大部分时间就是待着吧，他在那儿加班，我在这儿做点饭。你看我们想去京郊游什么之类，就没去过几次。就去过什么川底下，金海湖。以前就是那个，对，以前有组织活动，也1个月大概有一次活动吧。也得忙的嘛。现在组织活动的人少，就可能四五个人能组织活动，4个人在组织活动，然后。以前前些年不是每年都有分享会嘛，还有那个观影活动什么的。分享会一般去的人比较多，会去好多人，以后就100多人，然后就是每个人都很多困惑的问题嘛，就去提问一下。有的就是常年那个做那个接那个热线的志愿者的，有那个阿姨什么，有的阿姨像明星一样，就是很多人都是要70多岁追着问，就好多人就想问一下到底怎么跟家里怎么相处，有一些确实挺有意义的。每次活动都有好多人就是感动的哭的不行。现在不让办了。他喜欢打羽毛球，基本上1周得打3次以上。打3、4次吧，就是我一般每周1、3、5的话，8点到10点跟一群的那个退休老大爷打，然后的话周6的时候，每周6会组织1次的打羽毛球活动，然后跟这个社群的小伙伴，然后一起打一打，然后一般情况都是一群 gay 加一个拉拉这样的配置啊。小文的话，他就是健身猛男，他原来是在那个健身房，我们俩刚办健身房然后被坑了，就是还办了2年，然后的话疫情来了，他们那个老板走了，老板跑了，然后健身房关门了。对，在健身房时期的话，他是我的健身老师，就是我这些什么姿势不标准呐，或者什么，他都会告诉我。在这我们可能先补充一下啊，就陆哥就是曾经和异性恋女性结过婚，2014年的时候就是决定出柜，然后跟老婆离婚了。我反面教材，我就是那个同性恋亲友会的那个写我的故事的时候，后台他们很多来骂的，骂你。对，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它是怎么？它是一个时代的局限性，它是你现在不能以2020年的眼光看，就比如说一个70后这个70末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中国的有出柜
有这些什么概念的话，是从08年开始的。然后的话是短短的这么多年的话，大家就才看到抖音里面有这么多人来出柜，以各种形式的来展现自己，然后或者是隐性的或显性的，对吧？这其实都是一个踩在前人肩膀上，你享受到时代福利的一个结果。我那个时候的话就没有这个出柜的一个选择，你没有一个参考的榜样。像我那以前那个前男友的话，他就属于那种他是完全拒绝社会化，他是把他的所有的同学呀什么之类的亲友的完全不联系，他就为了就是没有这种催婚的压力什么之类的，他斩断了他的一切的社会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有个好朋友，他没有结婚的话，就是你就感觉他特别悲苦。这就是我看到的当时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包括家里面的话那种的不断的催婚，已经后来就是到我的所有的亲戚来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情了。我就后来觉得，就你自己的小破事的话影响了这么多人。然后我那个堂哥还说，哎，你那个就是那个说什么，我叔我婶为你的事儿都头发都愁白了，然后的话就他在那哭着跟我说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再这么坚持下去的话，你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而且那个时候也正好是和这个前男友又分手啊什么之类的话，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路是属于那种特别渺茫的，然后没有什么，就是别让自己这个问题来让牵扯这么多人。我说你自己就是你一咬牙一跺脚的话，这结婚有什么难的呀？然后我就后来去那个世纪佳缘去那个交友的话，那很快反正就确定了，然后就后来就结婚了嘛。反正是就是确实是非常对不起他，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黑历史。然后也是就反正我是尽量对他好一些，就后来离婚啊怎么样的这些事情，就是反正我尽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的程度吧。我其实也特别感激他，我那个前妻，然后现在孩子他带着，然后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也教育挺好的。然后我其实出柜的话，其实是那个2013年吧，100名同性恋家长写信给全国人大来呼吁同性婚姻，这是微博的一个小消息，然后也没什么人关注，但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因为做媒体的嘛，是我的一个实习生跟我说这个陆老师这个选题可不可以做？我说这个挺好的呀，然后我就把这个选题报了。那个主编说那你去广州出差吧，我就马上去广州出差了。出差去了这个同性恋亲友会的那个总部，然后当时是有可能10个全国的家长，那个时候是很早，那些家长刚浮出水面。就那些家长的讲的东西的话，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我是表面平静的回去了，但其实内心波涛汹涌，对，翻江倒海的回去了。然后的话，其实那就是在我心中释放了一个圆满，因为你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你说出你的真相之后的话是没有被逐出家门，没有被立即失业，或者没有被人痛揍，还得到了父母的谅解和支持，特别让我感动。然后上海的有一个叫瑞叔叔的一个，他的妈妈也70多岁了，跟我妈一样，也可以说是不是那么有文化，无知无识的。然后但是他就是用特别朴素的语言讲他怎么样接受自己的孩子，那个对我的冲击是最大的。你见过那样生活之后的话，你再就是隐藏的生活，你就会觉得很难受了。所以我后来就一系列的吧，然后离婚，然后广州同性恋亲友会办过一次培训，第一次培训，他们第一次搞的培训，我就报名了。然后的话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志愿者，一直到现在，就是在坚持做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还愿吧，我就很感恩那个给我带来的一些生活的变化，就是希望别人别经过我这层苦。然后尤其我也特别就是我很多的是给那些年轻的同志朋友来做支持，但是其实也有一些这种的已婚的，也有一些，但数量要少一些。其实我可能对他们来说的话是更有说服力，或者你的经历的话是更充分，就和他们更感同身受的。但是就是怎么呢？他们来咨询的少，很多可能还是选择了那种的继续欺骗的生活，然后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虹旗飘飘，然后还有
各种各样的那种的，也有那种很多吧，特别多。就是看你们的节目，好像也不光是你的节目，就是比如那个刷抖音上边各种那个夫妇的这种生活，什么以为现在好多人都这样，其实因为我们做那个公益知道有好多人他很年轻，就20来岁，已经就是男同性恋，已经跟女的结婚生孩子都已经生2个了，这种很多。所以我们做这种公益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现在比较难吧，就做这件事情比较难，但是确实是需要能有人帮他们解决跟家庭的这个容纳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自己未来怎么去生活的，就是以怎样的一个方式去生活的这些困惑吧。虽然当年哈，你在那个我们说在时代的局限性下做出了这种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妥协的一个方式，但是你及时的悬崖勒马了。因为我们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是问过几个直女朋友的想法的，他们是觉得，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错误已经产生了，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及时止损，就是你们及时放手，把我们放开，我们会有一个再去寻找到幸福的可能性。对，至少有一个幸福的下半场吧。对，就是人生不是说20岁才开始嘛，比如陆哥可能30岁才开始，从那个离婚之后才开始，那及时结束我们就及时开始各个新的人生，其实也是你在那样的那个异性恋婚姻中哈，你自己来说，你自己内心来说最难受的点是在哪里？我和那个小文之间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这种吵架的一说，但是我和就是有问题可能会，就我现在不是说我会去沟通，就是他其实他也是挺好的，这是完全不是他的错，但是我们那时候的生活的话，就是你可能会把这种无名的业火，就是反正是每周必须要吵架，而且都是那种很激烈的吵架。哎，我真的就是因为我其实也不愿意那种的沟通方式，那种是很难受，他也很难受。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面工作吧，就是他可能会关注我一点，然后的话就是，我就感觉就是后面就是他看我的时候，就感觉后背那个，就是那种目光灼灼的，你的后背在被灼伤那种，在燃烧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就很不舒服那种，然后你就觉得很难受，就是这个东西啊，这其实就心虚嘛，对，其实你不爱他。就最根本的你不爱他，你不愿意迁就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如果假如说我们继续在这婚姻中的话，就这样的生活的下的孩子，那我觉得性格很难好。虽然我觉得我现在小孩的话性格还不错，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好。我觉得至少比那种在狂风暴雨下成长起的孩子的话要幸福得多。佳姐的眼神很感动，感觉刚才那一段，侄女应该很能感觉到那种理解，就是那个爱和不爱的那个区别。但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复杂问题其实挺多的，比如说假如有想过以后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啊，或者说之类这种。对，我想过，因为必须是要在成年之前他就想到这个问题之后来问我，就是为什么和妈妈离婚或怎么样的。然后如果这个过程他没有问的话，那他在他成年的之后。就18岁的那一年，我肯定要跟他出柜的，要跟他讲清楚的。我不知道就是会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一系列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实际上是没有答案的，因为这是这个中国同性恋的第一代遇到的这些的难解的难题。这个问题的难度就类似于那些代孕的那些同性恋。爸爸和妈妈，他要向孩子以后解释。他们第一关是怎么样解释这个，那个妈妈或者爸爸在哪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们某一天要跟他孩子解释他的性倾向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都是一个难题，很多人很怵头，因为我在那些他们那种的一个那些奶爸群里面的话，就是他们经常为这个问题所苦恼，也会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算是很满意的了吧？应该。对，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很满意了。你怎么真的吗？你为什么突然要补一句真的吗？你不相信？那因为我没问过嘛，我想知道一下。我是觉得就是已经，就是很好，这些
可能是事业上不是那么好之外的话，我觉得爱情啊、家庭生活呀和家里的关系都是前所未有的好，就是已经就有时候好到那种的说，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个易碎品呢？这个没办法，这个我觉得是他社会环境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我的救助班是良性的，不是说是那种嘚嘚瑟瑟啪一个扔的那种的，不是那种状态，而是一个因为你毕竟没有不像异性恋，它有一个婚姻有法律上的一个保障吧，它毕竟还是肯定心里边你总会隐隐的有一点不安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是个健康的不安。往后的生活你有什么，比如说还没有实现的心愿啊，或者说还有对往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期待之类的？之后的生活要不要跟我那个妈一起住啊，或者说是要不要去到哪个村里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其实是都要做选择的。这是一个我现在都做不了，就是没法完全做选择这样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在事业上，其实是工作上，就是觉得也有那些。就是不是那么顺心，或者说是不是你完全就是想做的，有很多事情是不是你完全特别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对我来说的话，你看看就是像那个丫丫他们去我家的话，你像都这么大岁数的话，住的房子那么小，真是，然后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失意的吧，就是但是失意但是买了房子。那你看我的同学，人家有的已经是什么总裁了，已经什么创业的，已经很成功了呀，这些东西的，就是，就比如说是我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写作计划，但是你其实可能你没有时间来完成，然后的话，其实那你归园田居了，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呢。对，但是我就担心的话，就是你写作的话，比如你不受欢迎，你现在至少还有份这个衣食无忧的工作，你人自己的话，可能是不是压力更大？就是等于说又想这个又想那个，就是有点太贪了。其实没有，确实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就可以完全做出来的决定，因为其实还有进入40岁，那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赡养老人之类的这种各种的问题都还有很多，那还有女儿什么的，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做出的决定。所以他经常说我是那种家累很重。你的枷锁可能比他的枷锁要重，就是这么就。但是他的枷锁也套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一家人啊。这个叫幸福的枷锁。